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熟悉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在拍台南肉桂卷的下集，这一集也一样，我们一开始不会讲店名，只会用数字跟大家说，大家要看到最后才会知道每一家的店名是什么哟。上次我们录了6家，那这一次我们也准备了6家，现在第7家是，这是第7家。这是第7家的剖面，这是第8家。第8家它本身就还有附一个这个烘焙纸。这是第8家的剖面，这是第9家。第9家非常的有分量。大家是不是觉得镜头上看起来有点黑？其实它实体是有一点点棕色。第9家的剖面长这样，然后它里面有坚果还有葡萄。这是第10家，第10家非常的大，而且它长得跟其他肉桂卷完全不一样，但是它是肉桂卷哦。第10家的剖面长这样，这是第11家。第11家的肉桂卷长这样，第11家的剖面长这样，最后一家也是我们这一期台南肉桂卷的最后一家，第12家的肉桂卷长这样，上面还有珍珠糖。第12家的剖面长这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些肉桂卷拿去加热，然后等一下加热完毕再跟大家说吃起来怎么样。嗨，大家，我们第2轮的台南肉桂卷鉴赏大会现在要来开始了。然后呢，刚刚我们已经加热好6个，就是7到12号的肉桂卷。那等一下我吃完再一起跟大家说我们的感受是怎么样。然后这次为了中立起见，我们一样有准备咖啡、气泡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嗨，大家，我们刚刚已经把7到12号的肉桂卷选手吃完了，然后我现在快速跟大家讲一下整体的感觉，然后再让友人一起来说他们的心中觉得最喜欢的跟还好的。第7个肉桂卷选手呢，他的肉桂味算是中间，然后它烤完之后糖很好吃，但是它整体的肉桂卷的肉桂的味道算是比较淡。然后面包因为这一轮的面包其实都不油，所以其实烤完都是会比较酥的。好，然后主观感受落在中间偏向回购。那8号肉桂卷选手也是算是不会太甜，然后它的肉桂比较特别，就是它有一点辛香料的味道，不是只有单纯的肉桂卷味。然后它的面皮很薄，然后主观感受就是落在中间。这一颗肉桂卷也是不油，所以就是很耐吃。那9号肉桂卷选手的面包呢很好吃，然后它的肉桂味也是算是比较淡，肉桂也是甜的，主观感受是落在中间偏向回购。那10号肉桂卷选手呢，它的面包体整个大于它的肉桂糖的部分，因为它的肉桂卷的那个肉桂粉它比较沉淀在下层，所以要吃到下层它的肉桂味才会比较明显，因为上层就还好。那它的面包体就是也是非常的不油，所以它面包体很好吃。那11号肉桂卷它的面包是比较有嚼劲的，然后它的肉桂应该不知道是不是素食的肉桂卷，然后它的肉桂是比较偏辣，然后肉桂味也没有到很重，所以主观感受的话可能比较偏向于有缘再见。12号肉桂卷选手呢，它也是不油，而且还没烤的时候摸它的面皮就是非常的不会很粘手这样，然后它的面包皮也是属于比较薄的，然后它肉桂是甜的，然后肉桂味搭配面包，整个吃起来就很香。我的主观感受可能就是落在中间。接下来我们让友人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。我个人如果要回购的话，我会选择9号。
虽然它肉桂味比较淡，但是我觉得它的面包体比较，我觉得是6个里面最好吃的。那如果比较喜欢那种可颂的口感的话，7号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8号跟11号，我会觉得香料肉桂味比较重，所以如果想要吃那种香料肉桂味比较重的话，就可以考虑买8号跟11号。10号的肉桂卷，我可能是比较偏向我比较不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它以肉桂卷来说，就是没有什么肉桂的味道。但如果是其他面包，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如果说就是想要回去再吃的话，应该是8号，因为我觉得就是8号越吃越耐吃。第一轮吃完觉得还好，可是越吃越觉得还不错。然后它的皮也比较薄。然后如果最不合我胃口的，我觉得是11号，因为11号它肉桂味重，可是它除了重还有粉感，然后加上还有吃到最后一个苦味，其实我比较没办法这样。可是如果是超级喜欢吃肉桂的，可能会很喜欢。然后我觉得第2轮吃起来平均比较不油，然后我觉得1号的做工感觉很漂亮，因为它侧面的纹路很漂亮，而且感觉很工整。我还是以不是喜欢吃肉桂的人的观点来做评论啦。我觉得7号的肉桂味算是最重的，但是整体而言，这6颗对我来说，他们的酱汁都偏少。我个人比较喜欢酱汁偏多，肉桂味能多少就多少的那个口感。所以，但是整体而言，9号对我来说应该是这6颗里面相对好吃的。好，大家，那现在我要来为大家揭开7号到12号的肉桂卷选手分别是哪一些店家。那我都会把店家的照片放在这边让大家参考。7号是左撇子，8号是熊熊食社，9号是富东市号所，10号是地头，11号是 UMM。12号是浮水二木，因为我们今天吃完12家肉桂卷，觉得每一家的风格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大家有来台南玩的时候，也可以依照自己的位置去选择一家最近的肉桂卷来尝尝看。欢迎大家订阅我，然后订阅我的话就会有我制作的台湾版的肉桂卷地图哦。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也可以在留言跟我说，或是大家想要看什么肉桂卷，也可以由我先去帮大家探店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